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现在美国还是很希望赶紧来访问中国大陆哦，所以你看布林肯就讲说，否认美国是想要跟中国大陆脱钩啊，他们说是要寻求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共处哦，也期待这个中美的高官能够增加互访，那大家又将会看到这个双向的接触增加。那虽然说保持这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哦，但是又不至于升级为人人惊恐的冲突状态的一个基础，斗而不破啦。那你看拜登的讲法就更妙了，他讲说他见过习近平68次，我们想说有这么多次吗？那你看看他讲法，他讲说花了很多时间跟习近平在一起哦，单独会见习主席只有他我跟这个同声传译员68次，超过68个小时，不知道是不是改口又变成68个小时，还一起旅行了什么17000英里啊，合计超过了27000公里哦，所以要表示说，他跟这个习近平很熟啊。可是其实你看，像现在川普不是很积极的要出来选举啊，他也说他跟习近平也很熟，所以现在这两个要出来选美国总统的人都要打习主席牌吗？就是我们都跟他很熟。但是我们看看现在连坎贝尔他讲说，现在目前要寻求恢复与中国的军事接触，然后呢还阐明这些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哦，就说现在华盛顿也会证明这种接触是必要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们想要访华，但是是不是又预留空间？什么样的空间要来谈判？因为他另一方面也特别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口制裁，传出7月初的时候要停止输出 NVIDIA 的晶片所以黄仁勋原本是不是要访问中国大陆？是不是因此喊卡？现在恐怕心里也在淌血这个辉达躺着也中枪啊，因为他加重这个 AI 的禁令NVIDIA 就落下重话说，你们这种做法，美国政府你这个做法会失去全球最大的市场，也会失去追逐龙头的机会哦。可是看起来好像美国就是想要堵住黄仁勋的访华之路，为什么呢？因为真的现在已经非常多的这个企业来自世界各国，美国的、欧洲的企业，甚至是还有这个澳洲啊、纽西兰啊，各式各样的一些全球的企业家都急着要去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所以习近平主席他这边讲到了这个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他讲说其实民间的来往非常的重要。那李强提到了说，政府不要这个代替企业来做评估降依赖去风险是一个伪命题应该呢不要这样子替企业来评估风险，更不要把这种去风险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那大家就这等于说聚焦到这个 LV 的总裁LVMH 的行政总裁突然来到中国大陆的访问，出现在北京的高级商场是6月27号被人家目击到，他带着他的子女还有 LV 品牌负责人到了北京，也是疫情之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光看看他这个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成绩截至3月为止，他们在中国大陆第一季度的这个销售量高达了210亿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590亿元他们原本预估成长大概是8.9因为那时候疫情比较松绑嘛，他们说大概可以成长8.9，没想到是比8.9还高出1倍是增加了17%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企业都在争相访华。那他们讲说，因为中国大陆市场真的是不可或缺，无法取代那我们看看像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还有这些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到汇丰银行、高盛集团甚至连美国私募基金的巨头黑石集团都是接二连三要派着企业高管去到北京那所以你看，连这个安联集团德高集团这些巴黎银行他们也都是赶紧去。就像是这个黄仁勋之前讲的这个晶片在哪里生产都可以但是中国的市场是只有一个，是无可取代，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效应那当然欧洲同样也是法国的一个中国通那这一位企业家这个贝特朗阿诺德·贝特朗他提到了，他接受环时的专访，他说西方人认识到这个中国制这个的优越性中国制度的一个优越性这个制错字再来他讲说，讲述中国大陆的时候，令人信服的论点跟这个理性解释的方式都超越意识形态，也让人们认识到这个中国制度的一个优越性。那西方新一代的这个政治家还有观察家，现在思维也都开始发生一些改变了。就像马克宏之前接受 CNN 的专访人家讲说，你马克宏的话，美国你应该要听一听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希望跟中国建立最好的关系，也必须与中国合作，中美不应该要走这样
样冲突之路，世界各国也不应该要选边站。那匈牙利的外长也是这么说啊，他说对于欧洲的经济来讲，跟这个中国大陆对华脱钩哦，去风险都是一个自杀的行径啊。我们来听一下。We do believe that both decoupling and de-risking would be a suicide committed by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re's a 865 billion euros of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n an annual basis. So we look at China as a country with which, if you cooperate, you can take a lot of benefit out of it. 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美国这个现在对外的说法哈，还有欧洲对外说法，就是说没有什么脱钩的问题。脱钩英文叫 decoupling 嘛，叫 decoupling。他说现在的问题，欧洲跟美国的做法是 de-risking， 叫去风险。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整个不管是李强啊，还有中国大陆各方面的对出来讲，都认为哈，其实啊，去风险跟这个脱钩啊。事实上，本质是同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那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试图现在解读这一份所谓美国人或者欧洲人讲，尤其是美国人讲的所谓去风险，他认为本质上还就是脱钩断裂，还就是围堵，因为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对，那做法跟本质都没有变。那就以这一次美国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最近在报道的啊，他说这个美国有可能在7月哈。有一份新的对中国大陆晶片的一个禁令，那这个禁令的话是主要就是说跟 AI 有关的禁令，人工智能有关的禁令。他说中国大陆可能会用人工智能呢来窃取美国的商业跟国防机密啊。他就想了这个哈罪状以后，他就要公布，要限制这个哈对中国大陆相关的这个哈智能这个说人工智慧晶片。那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 NVIDIA 的哈黄仁勋的哈，就是说它的里面的这些所谓的 GPU， 这个哈 GPU 这种晶片哈，事实上本来美国是要禁的，可是呢那个时候黄仁勋他的 NVIDIA 他就说，那我们设计另外一款晶片是符合美国政府的规格，也就是限制对大陆销售的那种哈。内涵的这种规格，发明一种专门给中国大陆专用的晶片，所以这是黄仁勋解决美国的这个好对大陆所谓的不管是去风险好还是这个脱钩断联好的一个他的对策。那现在显然就是说美国新的禁令，因为照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可能说是7月初就会公布了，美国的商业部就会公布新一轮的禁令，那么很可能就会把黄仁勋啊现在还在对大陆销售的哈有关的这个 GPU 啊，那个专门对大陆设计的 GPU， 它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是好像900还是什么 N900还是什么哈。那这样子一个晶片啊，也把它销售中国大陆的路子也给它切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就是说李强他讲的说哈，不管降依赖、去风险，他认为都是一个伪命题。他的只是不同的招牌而已，不同的说法。可是呢，对中国大陆进行脱钩、进行围堵，尤其经贸科技围堵的做法还是没有变。所以这个现在是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李强这次在英国跟法国啊，还有中国大陆最近在开这个所谓的夏季Davos 论坛都在对这个美国新提出来所谓的去风险这一个说法都提出强烈的质疑啦。那事实上就看美国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说一套的话，就是说，我没有要围堵，没有要脱钩断链。那可是实际上他的做法是不是有改变？好像也没改变，因为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不管是科技的输出科技的交流，还有产品的交流，看起来做法还是一样。那么我们就看7月初是不是美国商业部又会对黄仁勋还有 Micron 美光的几款现在还可以销售到大陆市场的一些晶片，跟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晶片是不是会把它禁掉？如果说是会禁掉的话，那真的就如这个李强说的就是说去风险根本就是一个名词的转换，实质没有变。
好，郑源哥，美国人有个想法，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打压中国的崛起，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中国会配合美国。当美国想要打压中国的时候，中国乖乖承受；当美国想要找中国合作的时候，中国也要乖乖配合。这是美国的基本想法，也是拜登的想法、布林肯的想法、坎贝尔的想法。但真的实际的状况会这样吗？这样子吗？第一个，你说半导体科技你会限制个老板，没有错。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科技的确因此而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的手机几乎不存在，但是华为的手机几乎不存在，现在又回来了。那就看下一波你美国还有什么本事。这里面就像在打乒乓球一样，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哈。但美国一方面又讲说，那好，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合作。美国人不只是你刚才提到的说 LV 这个品牌，当然不是美国品牌 ，LV 品牌到大陆上去赚很多钱。不要忘记美国也有很多的品牌化妆品牌也是Max Factor 之类的 SK2 在中国大陆也卖得非常好所以奢侈品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就在中国大陆。那至于其他的消费品或者相关的产业美国人是觉得只要我掐住你晶片，大陆科技就起不来，是吗？那么有自信吗？李强讲得很好，去风险化是政府机关比较懂得风险，还企业老板比较懂得风险。今天如果是英伟达我们就翻译成辉达NVIDIA， 如果他觉得把东西卖到中国大陆去，他有很大的风险，会产生很多的竞争的会智慧财产权会被剽窃的，他需要你美国政府担心吗？他就不卖了嘛。那为什么要卖？他表示他根本这个不是风险嘛。大概没有人会因为说我卖东西给你，就你学会倒过来让我倒闭吧，没有这么笨吧？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黄仁勋绝对是比拜登或者是这个什么雷蒙多更有能力评估这个风险。但是美国政府就抓这个当命题，那叫欧洲人配合。就是说，哎呀，我认为这个东西要打压中国大陆，我们找这个好办法。看样子中国大陆没有办法马上跟上，打压它有效让它绞痛，是吗？黄仁勋都讲，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很快赶上不只是这个黄仁勋这样讲那个艾斯摩尔ASML 也讲光刻机中国大陆很快赶上来所以你有时间打个5年8年，那没关系，大家就瞧一瞧吧。所以美国玩这个游戏只是在配合他们美国政客在煽动美国人心里面的不平衡用的。美国我了解到他们心里是挫折感很重，他发现到说，以前那个人均 GDP 只有300块美金的中国大陆的人对我们美国人哇拍马屁拍得不得了，现在到15000人均已经到15000了，竟然对我们都有点爱甩不甩啦。那等到他3万5万多，那还得了所以要赶快把它打压下去。美国人的想法是这样，在15000块的时候，解放军的军力已经世界上数1数2了。如果你到解放人均 GDP 到了5万块美金的话，那还得了但有些东西天要下雨你就挡不住那美国人想太多了，用这些有的没有的。可是也开始有人有清醒啦，比如马克龙的第一个清醒啦，用这个方式跟中国交往对吗？中国也要派兵去墨西哥攻打你美国吗？没有那你美国为什么整天在台湾沿海做东做西呢？那你不是自己惹事吗？所以开始有识之士慢慢觉醒，那就让美国的拜登做全世界最孤独的老人吧。好，康老师，我觉得美国也觉醒了，为什么？因为前几天那个美国的那个国安顾问叫做 Sullivan， 他在一次演讲里面讲了什么东西呢？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又来了又来了。他以前的华盛顿共识是什么？是那时候苏联垮台了，这个美国呢不可一世。他说：“你看，我打败日本，打败德国，打败苏联，我这个制度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说，他提出这个华盛顿共识，重点就是要大家来自由贸易、开放，改革开放那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哇，美国不得了这个现在这全世界放诸四海而皆准，不管是他的制度也好，他的意识形态，他的军力等等，都是世界超强
可是呢，现在慢慢呢，经过了911以后，经过了2008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次贷危机以后，他觉得哇塞，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啊，而且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崛起，使他觉得说两边如果说真的碰撞的话，对美国来讲绝对没有好处。现在美国已经看清楚了，所以说他质疑什么呢？这个华盛顿共识里面讲了什么呢？他说这个市场要高效配置，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啊，要干预，以前是不干预的。以前是要自由贸易的，可是现在呢，政府要干预，而且你这个产业政策它自己已经被外界掏空了，还要把这些政策要把它引回来，还有呢，贫富差距啊等等这些问题呢，还要更进一步的来加以改善。那像这些东西，就表示说美国自己看到了他自己的制度啊，如果要跟中国来做比较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地方呢已经相形见绌了。那所以说这个他自己已经有觉醒了，再加上这个马克宏，我觉得马克宏最近的表现呢非常可爱的啊，他这个又说了，他说这个中国的跟中国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必须要加强，而且呢，我们不要被美国人拖下水，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被美国的这种跟中国之间的这种矛盾把这个法国呢拖到这个不可开交的这个地步。哎，法国现在这个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英国已经脱欧了，那所以说呢，在法国在欧洲里头啊，法国现在是联合国唯一的五常，所以说他有领导欧洲的这种。他的这个雄心壮志，所以他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啊，会越来越激烈，而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呢，也会越来越加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看到这个瓦格纳的事情啊，竟然现在也有一些讲法是说，普京是不是从头到尾都知情哦？会不会是普京正在布一个大局呢？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卢卡申科现在爆出来说他调停的内幕，说双方像是一个脏话大战呐，然后还讲说他劝这个普里格金说你会像虫一样被碾压，然后他还呼吁这个普京不要急着摧毁这个普里格金哦。这个是不是放错了？这应该是卢卡申科不要摧毁这个普里格金。那再来呢，他还讲说，这个普里格金也意识到俄方想要摧毁瓦格纳的残酷决定所以奉劝普京不要急着采取行动。然后他讲到说，其实普京一直都掌握主动权而且这整件事情是没有境外势力介入的。那他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担心，普里格金讲说，就是害怕普京方面的对接人不再跟他沟通了。那卢卡申科是讲说，他确保一定会有人跟他联系，让他等电话，不要冲动。所以代表说，他觉得这个他的谈话当中其实没有一句提到怀疑西方在操控这个普里格金所以也就是普京其实都掌握这个完全的掌握权。那莫斯科时报提到了，就是俄罗斯也引述了亲国防部的消息人士的一些说法这曾经担任俄罗斯指挥官的这个将军苏洛维金也已经被捕了。所以人家在讲说，这会不会是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故意放消息，一个反间计啊？所以你现在看起来消息很混乱到底是美国这一边布的一个局呢，要用反间计呢，还是其实是普京他其实掌控全局，然后让人家感觉说，好像有叛变，可是又那么快的平定，而且就这样子畅行无阻的往莫斯科走，然后人民还夹道欢呼，让人家都觉得太诡异了。这会不会是普京其实在布更大的一个局呢？要把这个瓦格纳的人收编进来这个俄罗斯他们自己的这个正规军，然后另外一个分支放到这个白俄罗斯那边去所以现在也引发了波兰那边的不安想说哇，瓦格纳要是进驻到了白俄的话，恐怕会变成北约最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呢，他们明面上面显示出来，瓦格纳是已经跟这个普京闹翻了呀。那所以接下来瓦格纳如果攻击北约，那可就不关普京的事情了，因为他们已经是闹翻了他兵变
变喽，他政变哦，所以代表说他们已经不是普京在控制的，所以人家讲说，哎，会不会是普京其实在布下一个更大的局？兵变36个小时快速的就这样子终结哦。那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讲法是说，哎，这个普里格金朝向莫斯科武装进军哦，一开始也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啊，但是最终取消了这一个行动哦。所以这是不是有阴谋论呢？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到底是什么？不要说我们看不懂啦，恐怕连这个拜登都不是很看得懂哦，因为拜登是赶紧的否认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拜登的讲法哦，拜登是在讲说，哦，这个事情哦跟美国还有联邦无关哦，这是俄罗斯体制内部斗争的一个部分哦。那美国跟盟友都没有参与其中哦，但是他们会持续这个追究瓦格纳的责任。但是呢，人家问他说，哎，这件事情会不会削弱普京哦？这个不知道拜登是脑子还在想其他的事情，他竟然讲说，想到另一场战争去了。我们直接来听。Has Vladimir Putin been weakened by recent events? It's hard to tell, but he's clearly losing the war in Iraq. He's losing the war at home, and he has become a bit of a pariah around the world. 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普京到底是不是有掌握这件事情？你看奥班讲的话，奥班是普京的好朋友嘛，他讲说，如果有人觉得这个普京是可以被取代，那他一定就是不了解俄罗斯的人民哦。你看看，在这件事情之后，普京还可以气定神闲的，在6月28号当天呢，往南部这边这个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这边来讨论旅游相关的事宜哦，还跟这边的领导人会面，所以看起来真的很悠闲，是不是一切都在他的算盘算计当中，或者在他的规划之内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这个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哦，突然有巧看到一个专机飞往了华盛顿，甚至还要载走重要的一些外交官哦。网络上面在热议说，这样的一个行径感觉上非比寻常哦，是不是？甚至还有离谱的这些猜测说，普京是不是要暗会拜登哦？但是有可能是这个美俄双方的外交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这个冲突，或者是说锻炼摊牌这样的可能性啊？那再来这个傅聪啊，人家听到他这一番话，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开始在解读啦。他讲说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哦，是否支持乌克兰收复失土目标？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支持。马上很多的标题在那边讲说啊，中方的态度改变啦，又如何？但是现在真的看起来局势很混乱，所以我们等一下请专家们来解析哦。那泽伦斯基在讲说，现在应该北约要赶快这个兑现承诺啊，要接受乌克兰啊，不要再忌惮这个俄罗斯了。那甚至连乌克兰的防长都讲说，这个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时候说，希望瓦格纳事件让西方国家进一步增加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哦，因为乌克兰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牵制俄罗斯人战场经验的一个国家哦。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姜老师怎么看？其实这一次整个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卢卡申科，我认为他是奉这个也不是，他是依这个普丁的这个请托叫他直接跟这个普里格金来谈判，因为普里格金不但是普丁的好朋友，他也是这个卢卡申科的好朋友，他们有20年的交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瓦格纳的这个兵变一开始事实上的话，除了这个普丁是用两手策略，一方面一手硬的，就是他就立刻这个对全国广播，然后呢定性这一次瓦格纳的这次军行动是叛变，是一个叛变的行为不被允许的，这样就瓦解了整个那个瓦格纳内部的团结。瓦格纳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在基层士兵，他说他们根本不晓得他们要去哪里，他们更不晓得他这个行动的这个性质是什么。上面给他们命令，他们就出发了。所以他们一听说是这个是叛变，是对俄罗斯不忠的行为的话，那么他内部立刻就这个力量就不会那么样的这个那么聚集了，就会产生这个瓦解瓦格纳内部的士气跟他的团结。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软的一手，他就请卢卡申科当做跟这个普鲁格金谈判的一个对口。那普鲁格金他基本上他有一句话，他说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他说普里格金已经被战争冲昏了头了，也就是说他过去一直在战场上，他充满了这种战争的这种怎么讲呢？
气氛，所以他把一切都看成一个战争，在战争的情景下来延伸，来怎么讲？来思考很多事情，来设想很多事情，甚至用战争的设想来处理很多事情，就会造成这个情况。那他说他跟他这个普里格金的对话，因为20秒他们中间还用脏话互骂，普里格金很怕，就是说基本上普丁说话算不算话，因为他今天已经做到这个份了，他很怕普丁啊，或者跟他就直接好兵戎相见，或者是好秋后算账，所以呢。他基本上他很怕，基本上就是说普丁啊，到时候说话不算话。所以呢，这个卢卡申科事实上以他跟普里格金跟普丁双方的关系，我想他一定用他自己本身来做个保证，说我做这一个所谓的 honest broker， 我是中间人，诚信的中间人。那我跟你确保，普丁跟你的承诺通通可以可以实现。那普丁给的承诺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说，第一个不追究刑事追究责任了，所有瓦格纳包括普里格金都不会追究这件事情责任，就是说这件事情过了就算了。第二个，让他们的总部迁到白俄罗斯去，白俄罗斯的这个卢卡申科说给他一个废弃的军营嘛，不过费用他要自己做。第二个，这个非洲的业务继续进行，那个是瓦格纳赚钱的地方。另外。要接受这个收编的，继续加收收兵，所以就这样就很快的就瓦解了这次政变。好，哲源哥，这个从头到尾我都不认为是一个政变因为刚开始消息很混乱，大家都判断结论都莫衷一是。可是我一开始就笃定这是一场兵谏，连兵变都不是，更谈不上叛乱。理由是什么？瓦格纳的军队有4万人，他带了几千人去莫斯科，那能干嘛？这什么是不能干？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包围了罗斯托夫的南方军事总部，他好像保全警卫看在门口，里面的运作照常该打乌克兰的飞机照常起飞。那兵变怎么会这样呢？兵变全部接管啊，怎么可能说还让你正常运作？第三个，他的诉求说要国防部长下台，这也不像叛乱了，叛乱就要叫普丁下台了，怎么叫国防部长下台了？所以整体我一开始就断定这是个兵谏。那原因当然很多了对于这个。瓦格纳的老板普里戈金来讲他因为功高震主嘛，他因为这个战功彪炳，可是他不是军人真正指挥瓦格纳是乌特金，不是普里戈金，另外一个人，他这个总统都没动，也不讲话，也没声音，那他就是个老板，就是也没念什么书就是爱吹牛然后突然间变成暴发户了，而且来往者挥权贵就是大头人物了，那他膨胀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哎呀，这个他在俄罗斯里面的民调声望竟然排第2名输普丁没有多少其他人都在远远在他后面，所以难免就膨胀嘛。第二个，他就说为什么要训练志愿兵呢？俄罗斯正规军不行嘛，你让20-30万军队那个志愿兵要交给瓦格纳来训练，口气大得不得了。然后，那对于这个掌握权力的普丁来讲，他当然会有警觉嘛，就想要削藩嘛。可是削藩的动作太粗鲁又太笨了通过什么审计法令说要查瓦格纳的账，因为瓦格纳的生意不只是做佣兵的生意，他还做了俄罗斯很多的营养午餐很多人不晓得他还营养午餐的大户，他还做了很多军品，什么军方的被服啦、衣服制服啦，什么里里扣扣一大堆的生意做了很大。那为什么做这么大？跟台湾一样你要说，哎呀，你跟蔡英文有关系这个工程马上给你做这个案马上给你标，大家以为说他跟普丁关系很好，生意都给他标走了，所以生意做了很大。那普丁大概警觉性他太膨胀了，削藩就查他账，他当然会有自觉再来说，他要帮训练志愿军等等的，这普丁有更好的方法杯酒释兵权他用最粗鲁的方式，这是普丁自己要检讨。普丁的权力当然不会受影响因为普里戈金就是不是一个咖嘛可是普丁的声望会受影响，他未来要做接班人的安排会更加的困难。那什么俄罗斯的飞机飞到这个美国去纯属胡扯这个不晓得网络上怎么老是流传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新闻那现在。普丁跟他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叫故作镇定，还走动，什么旅游业啦，什么前线走一走，那是摆拍用的。
啊，真正的实力的考验呢，未来他可能更残酷去打一场乌东战争，获得胜利才能够挽回他现在失去的声望。好，汤老师，刚刚前两个心境啊，讲到了一个是兵变，一个是兵谏，我现在讲另外一个选择是兵推。兵推，兵推什么意思？兵推的意思就是我虚晃一招，然后呢顺势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刚翟轩刚刚其实也讲到了一点啊，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整个是不是一场戏啊？意思就是原本当然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普利肯跟这个普丁呢，他是有一些矛盾的啊。那可是呢，现在呢，是不是说如果我跟他切割的话，他的所有行为我一概不负责任？好了。那你现在这个东西这样子的话，你对于西方来讲，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甚至对于这个波兰来讲，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威胁？因为他要怎么弄？那到时候如果说是白俄罗斯给他军备啊，给他资源，然后呢，他去做很多很多的啊，包括你要去打，甚至波兰，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自走炮啊。是。那你跟普丁已经切割了，普丁说这个东西他是坏人啊，他跟我无关啊，有一个灰色地带。啊，对。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叶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翟轩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教授汤绍成。大家好。好，立刻来看一下这个服贸争议啊，是不是也使得这个蓝绿白现在延上啊？大家的讨论度非常的高哦。那国台办现在也有回应这个柯侯讲说重启服贸的事情哦。那当然绿营立刻就跳出来啊，这就是中国大陆惯用的伎俩。他们又在讲说这是什么以商逼和啦，什么养套杀啦，反正就是惯用的他们这样的一个抹红，或者是说这个把人家的意图啊都抹成这样子。还有说这是以商逼和啦，制造民怨啦。这是中国大陆惯用的伎俩啊！那甚至呢，老柯都跳出来讲说，这个柯不是说他自己啊，柯文哲啊，不负责任、胡言乱语啊，要把台湾绑进中国大陆。那10年前的服贸要重启啊，等于是引清兵入关哦，羊入虎口。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启服贸的事情，柯文哲是讲，他说这个9·2共识的定义不清哦，他认为实质的交往是更加重要。但是对于国台办或者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你要先讲清楚这个9·2共识嘛，而且呢，现在侯办也在讲这个民进党过去你们反对服贸的事情，你们不在那边讲说反黑箱吗？但是你看看你们现在自己台美的贸易倡议，请问哪个字不是黑箱啊？你们连审查都不用审查，你们自己要过就过啊，那你们不是才是真正的黑箱吗？所以杜子君就讲了，这个反黑箱是错误的诉求，因为签订之前哦，不会把谈判的底线讲出来。如果这样就算是黑箱的话，那不好意思啊，那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也哪一个字通通都是黑箱，哪个字不算黑箱？那现在 RCEP 跟 CPTPP 生效之后呢，台湾呢已经要变成亚太的贸易孤儿了。除了签订 ECFA， 还有马英九时期跟这个新加坡、纽西兰签订这些经济贸易协议之外，其实我们在国际上面哦几乎是没有这些任何相关的协议的哦。那所以我们看看。朱凤莲提到啦，讲说这个经过10年的风雨洗礼哦，其实台湾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服贸啊是互利双赢的一个好协议哦，因为跟这10年前的这个背景来讲，当时的一个政治操作到现在实际上面的这个互利双赢，可能更多人是有感的。那我们来看这个，人家讲说波兰最近有一个消息啊，讲说去年他们不是信誓旦旦说我一定会断掉俄罗斯的天然气吗？结果最新的消息出来，今年 Q1 啊，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燃料都还是从俄罗斯进口哦，而且还比起去年来的更多，前1年来的更多。你看看2023第1季哦，他们向这个俄罗斯采购液化石油气占总额的50.8%哦。那他们原本是讲说年底之前完全停掉，那事实证明数据秀出来并非如此嘛。人家想说，跟蔡英文有的拼啊。蔡英文2010年讲说 ECFA 是糖衣毒药啊，现在他是讲说，这个 ECFA 被人家讽刺哦，你是
只舔糖衣，我毒药避开来，我不舔嘛。所以人家讲说根本是蔡英文2.0嘛，反正在政治上面啊，为求选票或是为求这个政治红利啊，说一套，但是呢，真的在贸易上头啊，需要人家的好处的时候，又不肯停。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两岸的危机哦，是不是美国啊西方不断在拱火？布林肯讲说，这个美国支持台湾，没有围堵打压中国，美方是依照台湾关系法来支持台湾的，确保美国有必要的手段来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那这个政策呢，大部分是取决于北京做了什么跟没做什么，有说他要看北京表现的意思咯。那美国的驻青康纳讲说，台湾这个总统选举将届哦，那将进入敏感的时期，各方应该要负责任的行事哦，希望不要擦枪走火。那也说这个也不支持这个。没有围堵，没有要打压中国大陆哦。那《经济学人》的智库还发表了这个台海危机的白皮书，说有3个国家面临到最大的风险。包含了日本，还有这个菲律宾、韩国。那现在看起来呢，他们这3个国家跟中国大陆有高度的经济联系哦，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3个国家风险很高，因为亚洲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哦能够完全免于台海这个潜在冲突的危险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政治跟经济方面的后果恐怕是无法想象的高啊，这个代价是非常的高。那另外，解放军哦，现在。人家看到，台湾这个如果是逼近台湾的话，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呢？澎湖这边竟然有传出哦，这个旅客在海上换船就被人家质疑说，这会不会是人蛇集团偷渡转运的一个国安漏洞？海巡署是说现在案情还有待调查哦。但是呢，我们接下来7月份的一个军演，在桃机这边有7月份军演，大概有11天会进行空域的管制哦。那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要出国的人，但是现在因为要提高这相关的警戒哦。那另外还有在今天的今日头条里面，中国大陆这一个算是社群平台啦，他们是讲到说这个今天的热搜榜第4名，讲说岛内热议，最后防线被解放军突破。那因为这个大陆的军事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台湾的周边常态化的军事行动已经让台军的最后防线一退再退所以变成了一个新的既成事实，已经初步了达成效果。那的确，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有相关的讨论所以大陆也看到了这个台湾的担忧那还有这个 AIT 处长这个孙小雅今天竟然有一个行程跑去马祖了，他说要关注什么战备议题耶。他说来到这独一无二的岛上非常引人入胜又很兴奋但是他现在关注的是说大选年对马祖的影响，还有现在目前战备工作，美国爸爸来看看你准备好了没有战备做好了没？我们来问问看介老师怎么看。就是讲到服贸的争议啦，那民进党又出来阻挠嘛，对不对？他是反对服贸。但既然把这些服贸法跟大陆这些所谓的这个优惠的贸易协定视作毒蛇猛兽的话，视作是大陆的政治目的，以商逼政制造民怨。那我不晓得，那服贸就是说还没有签，那货贸是不是造成民怨了呢？对不对？服贸跟货贸是一体的嘛，都是两岸的这个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下面因为架构协议签了就要签服贸签货贸先签了就要签服贸，将来还有投资协议，还有其他的都慢慢会放到里面来那既然这个都在 ECFA 下面，那现在货贸已经签了，请问一下有造成民怨吗？我看不但没有民怨，连蔡英文都觉得很高兴吧？对不对？要不然你2010年的时候，你说是糖衣毒药，那糖衣毒药，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上任以后到现在没有把这个毒药把它吐出来呢？对，你还是你还是放在嘴里吞在肚子里，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终止呢？那你既然像这个绿委林楚英他说这个是以商逼政的话，那你就应该呼吁蔡英文把这个货贸 ECFA 下面的货贸把它废除对不对？那不是才你说的话才算大家才会相信嘛，对不对？那你说服贸现在人家只是开始谈，事实上的话这是可以考虑的对台湾的最好的这个可以获利的产业的话，那很清楚的一定是金融业嘛。因为大陆的金融业并不是完全自由开放的，大陆的金融业我们如果跟大陆签一个服贸的话，我们的金融业到大陆去从事金融业的这个开展业务的话，会有比其他的
国家或地区去的这个金融业有更优惠的市场待遇啊。那这个服贸的意义就是这样啊。那大陆照 WTO 的标准，它服贸就开到，比如说开到3成，开到7成好了。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 F 下面跟大陆签一个服贸协议的话，大陆的服务业市场就可以跟我们开到8成、9成，甚至完全开放。对，所以就变成我们的服务业会在大陆的市场会有很大的竞争力。这些人都只看到，就是说民进党就强调说，那大陆的服务业会进台湾，或如何，他没有看到我们的服务业进大陆。大陆是一个14亿的市场，那以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业，我们的这个交通服务业，我们的电信服务业，我们的电商都算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两岸同文同种，服务业很重要一点，要有共同文化基础，那个比货品来讲还更有跟这个你的文化语言习俗是相关的。那台湾的服务业在大陆，说实话，比台湾的货品在大陆还更有这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柯文哲是蛮聪明的，他挑的这一点会让台湾很多希望到大陆去开拓市场的服务业事实上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了。那民进党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到底，基本上就是要搞台独。要搞台独的话，那你就把中国永远视为敌人，因为中国大陆永远不会允许你搞台独。所以呢，民进党一天不放弃台独的话，他就一天不能让台湾跟大陆发展一个正常的关系啊。好，来问郑源哥。朱高正以前讲过一句话：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啊。2013年、14年之间的太阳花运动，他们用所谓的反黑箱服贸作为他们的诉求，很成功的挡下服贸。那结果如何，大家心里有数啊。但是这个高明的骗术已经他们骗到手了，骗到政权了，骗到吃喝拉撒，骗到这个荣华富贵。可是回过头来，今天的柯文哲以前曾经讲过说他反对黑箱服贸，那现在他说他没有反对服贸，他反对的是黑箱服贸。好，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今天为什么率先抛出说要重启服贸跟货贸呢？原因很简单，他在看侯友宜会不会跟上来。侯友宜到目前为止都还没讲到主张9·2共识。那现在柯文哲丢出来的服贸，侯友宜就跟上来了。但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在柯文哲的竞选策略上面，他第一个，他丢出重启服贸货贸，就可以把蓝营的选票做板块移动。很多人觉得，你国民党中央讲也不清楚啊。你国民党中央跟两岸关系是不是要9·2共识？你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还没讲清楚啊！结果人家柯文哲还没有提到9·2共识，他就先推了服贸跟货贸。然后不管说你这个大陆上讲说也要先有9·2共识才有那个，奇怪了，现在没有9·2共识了，ECFA不照常存在，所以大陆说话也不一定很算话。但是柯文哲这一招是一个竞选策略上很高招的一招，因为他现在居于领先地位。然后侯友宜又经常被很多蓝营人认为不够蓝，他的政治主张好像有点的偏绿，结果这个柯文哲反而从绿的转到蓝里面来抢蓝的选票，这一点这个侯友宜团队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即使说杜子京现在担任侯友宜的什么召集人那可是他讲的也都是四平八稳嘛，那个不是一个竞选的语言，你跟这个林楚茵也好，柯建铭也好对不上话，而且柯文哲打这个牌出来，他就要引诱民进党来攻击他。当民进党是请全党之力来攻击柯文哲，柯文哲就变成反对民进党的头号品牌。你很自然的，侯友宜跟国民党就被边缘化的。所以这个朱旺年出来讲说这个互利啊、双赢的好议题啊等等，他的立场当然是这样子的。那也可以加注让民进党更加来攻击柯文哲。所以某种程度，柯文哲是这个议题上的得利者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是相当的清楚那我刚才提过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波兰是一样啊。哇，政治我反俄啊，抗俄啊，我绝对要对俄罗斯要断气啊，不买他们的液化石油气啊等等。结果呢，诚实的要命，对不对？反正政治又只会讲谎话，尤其是民主政治选出来的竞选选出来的政治人物，特别爱讲谎话。波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后蔡英文是不是呢？也是啊。蔡英文讲谎话有什么稀奇？
讲谎话是他的看家本领啊！讲的脸不红气不燥，要讲的脸皮越来越厚，他的血管都透不出来，这个才是本事啊！福茂争议啊，可能会继续吵，而且越吵越热，越变越多。国民党也要跟上去，国民党再不跟上去的话，就以后等于张小跟班拿着旗在后面摇啊摇啊那跟上去讲的又没有柯文哲那一张嘴那么利溜哈。那最后结果就是民进党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柯文哲来。柯文哲抢到我所谓的反对民进党头号品牌的高虹安现象会慢慢去出现哦。美国的布林肯也是啊，他说：“哎呀，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是要看你北京做了什么，还有看你这个没做什么。那请问你，这个北京对你的政策不是一样吗？看你美国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也看台湾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讲这个什么有意义吗？布林肯这个人啊，水平越来越差。美国驻京康纳讲的是，有点道理啦，说进入敏感时间，是啊，经济学人一样啊。现在台海危机的白皮书，不要你写白皮书、黄皮书、黑皮书都没有什么用。到底如何避免台海发生战争的危机才是重点。台海发生战争危机，他讲日本、菲律宾、韩国、中国会受影响，你美国不受影响吗？台湾更惨，怎么不讲呢？所以《经济学人》的杂志现在都是什么？挑一些好像某些人听起来比较顺耳的话说，真正的真实状况现在都不讲了。《经济学人》已经丧失了他过去的优良的传统，就讲实话，现在开始在讲谎话了。好，来问唐老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关键啊，在两岸的这个部分上面啊，这个民进党呢，他还是一贯的以意识形态挂钩。所以说呢，什么跟大陆有关的这些问题呢，全部一概拒绝一竿子打翻。这个就是他们到目前为止都坚持的这种政策。那这种政策导致的后果呢，就会变成像这个杜子君先生所讲的，以后就变成台湾就变成一个亚太孤儿，甚至世界上的孤儿。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跟大陆的这个ECFA还不只是说我们跟他的 ECFA 之间的这种问题还牵涉到什么呢？还牵涉到我们以后要加入这个 RCEP 跟 CPTPP 的这两个大的这个经贸团体的这一种可能性。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 ECFA 这个上面，你没有办法打通这个任督二脉的话，那其他的你根本就免谈。为什么？因为中方一定会在那边行使他的否决权。如果他没办法行使否决权，他也会找他的这个友邦呢来行使否决权。这样子的话，你说台湾在这个除了 ECFA 以外的这些可能还是更重要的这种经贸的这个团体里头，我们能够占到一席地位吗？那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我是要提醒民进党你这样子搞的话呢，确实要把台湾带入死胡同他们还讲了这个，像譬如说服贸的这个状况说哎呀，台湾这个很多的这些工作机会啦，可能就会被大陆那边来取代了就他们会派人来，然后呢，我就把我们这边工作机会都这个占领了。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嘛，因为我们如果说每年都给他一个限额，比如说你就是一年来5000人，一年来3000人，那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当然这个东西是操之在我的嘛，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由我们自己的主导的方式，而不是完全按照对方他们所要求的，而且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如果说真的是照他们所说的这些结果的话，那这样照着台湾这个鸡飞狗跳，而且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你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意义吗？这个我觉得这个脑袋确实不太清楚还有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部分上面这个布林肯讲的那些都是废话。我看他说什么台湾旅行法，然后呢什么北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这个根本就是废话。意思就是说，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出发，台湾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就是美国的意愿。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台湾人应该要稍微的清醒一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